你确定要这样？我必须找到濒死的临界点。那天我被曹东推下海，就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，我几乎看到了那张脸，但还没来得及看清，就消失了。所以你才想用这种方式。是谁迷失在黑暗？遗憾或背叛，难道就此尘封了答案？纵然世界上演黑白是非纠缠，谁都未能幸免，就让手中画笔去穿针引线，解构真世间迷惘沦陷。别感冒了。喂，程队，九福珠宝发生抢劫案。行，我马上到。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真画不出来就算了，我不会怪你。这今天教练，往这儿拍一下。程队，案发时在场一共有6名顾客，3名店员，没有伤亡情况。看来这滴血只可能是劫匪的了。
就是当年招沈毅画出雷队那个女人吗？还不确定，得看比对结果。再比对一遍。没找到。真的是我画错了。不，我相信你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对比库里。我已经安排人扩大搜索了。当刑警这么多年，我经常遇到无名尸体，有的即使脸部非常完整，还是查不到任何信息。最起码你的画儿给了我们一个方向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画像和真相之间的距离，就像一枚真实的硬币和水中硬币的区别。在没把它从水中捞出来之前，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它折射出来的幻影。到达真相需要时间，我已经等了7年了，有耐心。你呢？解谜也是一种乐趣。兄弟，今天抢劫案的弹道结果出来了，江雪让你去一趟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走吧，一起去，带你认识一下。弹道检测结果怎么样？墙上一共2个弹孔，第1发子弹是擦过了警铃，射入墙面，墙面验出火药残留；第2发子弹才破坏了警铃，在铁皮处形成明显的远抛物线痕迹。看来这劫匪的枪法不怎么样啊。你以为都像你呢，指哪儿打哪儿呢？啊，这是我们新来的画像师沈毅。你好，这位是我们北疆首屈一指的弹道专家江雪，跟你一样都是神人。哼，这话听着像是在夸我，但是我怎么觉得你是在炫耀他呢？枪的型号呢？格洛克170型，产自奥地利，按下17发子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弹夹是满的话，那个劫匪还有15次射击的机会。不，如果没有续弹，还剩下14次。你看一下这个。7年前华畅珠宝抢劫案，劫匪持枪，1人重伤，这个案子到现在都没有破。当时现场提取的弹头和这次劫案提取的弹头膛线划痕比对，是同一把枪击发的。跟福安那边确认过了，确定是当年的那把枪，而且从作案人的作案手法来看，也应该是同一个人。初步推断，2起案子是一个人干的。7年前被重伤的那个目击证人呢？老袁正在了解情况。 7年都没有抓获，说明这个劫匪反侦查能力很强啊。但是这是我们北疆的一颗定时炸弹，我不希望它再响，所以，我希望你们在最短的时间里边将它缉拿归案。部长，给个时间。啊？72小时是吧？好的，全员听你调配，集体配枪，如遇紧急情况可以果断处置。还有问题？
没问题。但是张局，沈毅平时是拿画笔的，这次要拿枪，要不然这次……沈毅的第一身份是什么？警察。警察的武器就是枪，画像师的武器才是笔。所以你上前线，配枪有问题。没问题。听到了。散会。就你这拿枪姿势，手指头不要了。不知道持枪证是怎么拿的？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肩膀放松，身体前倾。嚯，挺准的。目标清晰了，集中力也就提高了。我们这次要面对的情况很特殊，你的枪口面对的不是纸人，而是活生生携枪潜逃的悍匪。肩膀放松，不到万不得已用不着你。枪是保护你的最后一步，明白吗？对，我们上面接到您的报警电话，您说一个喝醉酒男子躺在门口，只是后续一些情况的话，我们还需要和您报备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我丈夫找不到人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想要报失踪。你有您丈夫的生活物品和照片吗？哦，有的。您看这个可以吗？可以的。根据现场目击证人提供的信息，劫匪在抢完金店之后，就往东边的商业街去了。他穿过这条商业街，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，一直走到第3个巷子拐了进去。到最里面的餐厅就没了任何的踪迹，附近的监控录像也没有录到他。那个餐厅为什么没监控？餐厅是刚刚盘下来的，正在装修，还没有来得及安装。劫匪很可能早就规划好了行动路线。金店抢劫干脆利落，目标明确。他出来的时候脚步匆忙，但不慌乱，中间根本就没有停留。而且这条商业街上这么多巷口，只在这个路口拐弯，偏偏经过了那家餐厅后消失了。这只能说明他早就知道这条街上有一处监控盲区。你说的这些，你觉得我们想不到吗？你想得到你不说？行了，加派1倍的人手，扩大调查范围，把调查时间调整到1周前。你们成队呢？成队去调查抢劫案的监控了。你赶紧去找他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他汇报。好，快点啊！怎么了？有一个女人报丈夫失踪，我们去她家里提取了 DNA， 化验报告你看一下。和劫案现场提取的血迹是同一个人。木匪，家住滨河路小区，报案人是他的妻子何红。报案时间，有可能他从家里失踪之后，
就准备去抢劫金店了。持枪抢劫不可能是激情犯罪，应该是早有预谋。带几个技术员到他们家去看看。小安回来啦。我们是北江分局刑警队的，穆伟是你什么人？是我丈夫，他有消息了吗？我们现在怀疑他跟一个案件有关，过来了解情况并进行相关搜查。这是搜查令。分开查。这是你们接到的2位见证人。你女儿叫小安，是，多大了6岁。哦，小安还不知道他爸爸失踪的事情。穆伟走的时候，小安在吗？没在。你放心吧，我们搜查的时候会顾及孩子的感受。怎么了，石老师？用这幅画做电脑壁纸，色彩太浓烈了，看久了眼睛会累。电脑壁纸，一般都是随手设定的吧？应该是小安回来了。妈妈，哎，小安今天学的特别认真。有客人啊！啊，薛老师再见，拜拜。您慢走啊。我的。你就叫小安啊？对啊，那你叫什么？我叫杜成，是你爸爸的朋友。小安，叔叔们在忙，不可以捣乱。你先回屋写作业。程队，有发现。我在穆伟的电脑上找到了这条购票记录，他用李志强这个人的身份证买了一张北江通往南京的车票，购票时间是7月22号傍晚7点23分。蒋峰，你去查一下这个李志强，看他跟穆伟到底有什么关系。好。李涵跟我去北江站派出所和南京市局的同志了解情况。那我呢？你回局里待命。喂，师傅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蓝色的车，我没看见有蓝色的车呀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戴着墨镜没看清颜色。这个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当天是我值班，但是其实乘客都是直接刷身份证进站的。我们的工作也就是在旁边做做指引，或者是处理一些故障情况。刚才我们也和南京站那边核查了一下，那边没有李志强，也没有穆伟的出站记录。这趟车中间要经停5站，他们可能是中途就下车了。能不能麻烦你带我们调阅一下进场监控？啊，好的，请跟我来。
喂。哎，程队，李志强说不认识穆伟这个人，而且他已经高位集团4年了，连厕所都上不了，生活比较困难，家里只有老母亲在照顾他。另外，李志强的身份证被他妈给卖了，不知道倒了几手，最后到的穆伟手里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程队，确实没有看见穆伟。我没有看见有蓝色的车呀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戴着墨镜没看见颜色。督察，我们可能找错人了。你说穆伟是色盲？对。你们看这幅画。这不就是穆伟家电脑的壁纸吗？对。穆伟的电脑壁纸异常的艳丽，普通人看这张画看久了，眼睛可能会有不适感。但他为什么要用这张画来做壁纸？所以我猜测，他是个色盲。那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个图案呢？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吧？你们再看他们家的电视屏幕，颜色对比依然是很鲜艳和偏红，这都说明他对颜色的感知力比常人要更弱。还有，他们家的积木摆放和衣服的摆放，都是严格遵循着由深到浅的颜色来摆放的。这说明什么？他是为了生活便利，为了让自己快速分辨出颜色才这么做。如果这些你们都觉得是巧合的话，那我觉得可以去查一下他的体检报告，或者是就诊病历。就算他是色盲，那他就不会去抢金店了吗？停，回放这段。你们看，劫匪过马路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穿了过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劫匪是色盲的话，他过马路的时候应该下意识地犹豫一下，因为他分不清红绿灯。所以我才会认为，劫匪很有可能不是穆伟。程队，核实过了，穆伟还真的是个色盲哎。如果劫匪不是穆伟，但是从现场留下的作案痕迹和作案手法又跟7年前的案子一模一样，那就说明劫匪是用穆伟的枪模仿他犯下了第2起案件。我觉得不是模仿，是劫匪又重新临摹了一遍自己之前犯下的案件。这么肯定？这样，明天我们一起去现场走一趟，就知道了。程队，程队。这跟7年前的那个金店抢劫案是一样的。从行动轨迹和现场痕迹上来看，高度一致，只不过就多了那一滴血。所以我才说，这个现场是同一个抢劫犯做出的一个复刻版。为什么不能是模仿犯？就因为这滴血。用绘画来举例的话，临摹是为了追求100%的还原，可这2个现场不是一致的。这个现场多出了一滴血，这对一个赝品来说就是致命的瑕疵。那可要是模仿自己犯案，那更不应该露这么大的破绽。所以这个破绽是他故意留下的，这就是他再次作案的目的。达芬奇画过一幅画，叫《岩间圣母》，这幅画他画了2次，区别就在于另外一幅的圣母头上有一个光环。
达芬奇其实不用画2幅一模一样的画，只是客户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，他就多画了1幅。那同理，一个劫匪也并不需要犯2起同样的案件，除非是有特殊的情况要求。那么关键的点就在于那滴血。没错，这不是无意在现场留下的破绽，而是为了留下破绽，故意制造了一个现场。所以劫匪不是穆伟，他留下这滴血是为了嫁祸穆伟。那劫匪到底是谁？穆伟又去哪儿了？看来找到穆伟才是查出劫匪的突破口。我们就从他周边的关系人入手。重点是他的妻子贺红和女儿小安。你想去问小安？来，喝杯水吧。谢谢。小安画画可好了，那一张还拿过奖，是不是很有创意？小安平时很焦虑吗？为什么这么问啊？这幅画告诉我，他很不开心。他画的草坪线条非常杂乱，说明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，内心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。还有这个书柜，太扁了，扁得让人喘不过气。这都是内心压力的外化。房子象征着每个孩子眼中的家庭关系。一般孩子画房子，都会画在地上，踏踏实实。可你看小安画的房子，却画在水里，根基不稳，感觉随时都会被水冲走。贺红夫妻是不是经常当着小安的面吵架？小安爸爸对小安确实不好。穆伟啊，他们家我太熟了。他们家那个女儿小安和我孙女儿还是同班同学呢。那他们家情况怎么样？平时跟邻里之间的关系处得好吗？还行吧。穆伟啊，特别爱打麻将，总是和3号楼的小王还有那6号楼的小周一块儿打。就这穆伟手气不好，经常一晚上能输个700-800的。那他们夫妻关系好吗？我去接孩子的时候啊，总是碰到贺红一个人接孩子。那穆伟，他根本就不管。是，有一次他喝多了，还说呀，小安不是自己的孩子。小安是不是穆伟的孩子，做个亲子鉴定就知道了。穆伟的 DNA 我们这儿就有，小安那边需要找人过去的。那做完之后，如果不是，就不能排除贺红涉案的嫌疑。贺红那边的关系人也得摸一遍。这个抢劫案越来越复杂了。不是，我人给你找到了啊。魏岩啊，目击证人啊，他呀当年受过枪伤，这心里呢就有阴影了。治完伤之后就搬走了，我是一顿好找啊。但是他说了，当时他的的确确见过这嫌犯。人呢？我让去接待室了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
战呀，从我这腮部贯穿，幸好啊没打到要害，还给我留了一命。但是我这口牙呀，已经不行了。以前呀，都能起杯酒瓶盖，现在呀，吃个沙琪玛都费劲。如果让你再看到那个人，你能认出来吗？能啊，一定能。我永远记得他那张眼睛。是他吗？是他，就是他。等一下，他呢？也有点像。这个呢？还有他，都挺像的。直觉上您觉得哪张最像？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都不太像。怎么会看每个人都像啊？这也太奇怪了。这不奇怪，你要是经常出现场的话就知道了。很多人都觉得看见了凶手，其实根本没看见，要么就记错人了。所以说，目击者的话不能不信，但也不能全信。那这事儿还挺不靠谱的。眼睛又不是照相机，而且很多案子发生的时候都是瞬间的，人们很难有意识的去记忆。当他们在回忆的时候，想象的内容就会渗透到记忆中去，个人的好恶，加上别人的暗示，都会扭曲记忆。根据目击者能够得到的线索，确实太多。我们还是要回到原点，从穆伟身上找到突破口，贺红的疑点继续调查，想办法拿到小安的 DNA， 以此来确定他跟穆伟的真实关系。谁能对付小孩呢？我啊，谢谢。我们这次来，还是想向您请教一点关于穆伟的事儿。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，你们这个时候来，小安一会儿就放学了。妈妈，哎，小安回来啦。妈妈，他们怎么又来了？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你爸爸去出差了，过2天就回来。我们有些事儿找你妈妈聊聊。小安，叔叔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去玩吧。嗯，走。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你跟穆伟是什么时候来的北疆？大概是14年吧，我们是同乡发小。一直保持着恋爱关系。嗯，然后就结婚了。是，2个异乡人搭伙过日子，有个照应。你在家里见过手枪吗？枪？哇哦！我打完了，该你了。好，看好了。
叔叔打得不好，你来。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去找妈妈。再玩会儿。这样，你来打，叔叔给你画张画，好不好？有画画画。嗯。我没见过，真的没见过。真的没有。看来你并不了解穆伟。你知道最近发生的金店持枪抢劫案吗？我在新闻里见过。我们有理由怀疑持枪抢劫案的劫匪是穆伟。你们是夫妻，在平时的生活里就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常吗？夫妻是这世界上最熟悉的人，也是最陌生的。一共是158分，这熊是你的啦。哇，谢谢阿姨。不客气，你太厉害了。叔叔，你画好了吗？还没画完呢，画画可是个费时间的事情。真好看。叔叔，要不再把这熊给补上吧？好，还想让我补点什么？再补个妈妈吧。好。不要爸爸？不要。我记得他走的那天情绪不太好，他钻进床底下拿了个东西，揣在怀里就往外走。我问他去干什么，他也没有回答我。多大的东西？一个取气盒子那么大。所以当时你就知道他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为什么这么问？我们每次来的时候，你开门的样子都很平静，完全不像一个心系丈夫下落的女人。你并不是在等人，只是在等一个结果。俊一叔叔，我饿了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披萨。披萨。穆伟是有点烂习惯，烂赌、好酒，我们也吵架。你要问我是不是期待他回来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我不期待。可是孩子见不到父亲，你就不怕小安想他爸爸吗？小安有我就够了。有句话说出来有点自私，可也是实话。如果穆伟真的去亡命天涯了，我只希望他走得越远越好。到了，他可都要找妈妈啦，找呀找啦。小蝌蚪回来了，妈妈。夏威夷披萨和炸鸡块来喽！谢谢。哇，又是我最喜欢吃的。多吃点啊。叔叔，你也吃呀？你先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多吃点。
披萨。结果出来了，穆小安并不是穆伟的孩子，但是亲生父亲是谁，库里没有找到匹配的数据。劫匪不是穆伟，却留下线索让我们误以为就是穆伟。金店抢劫案之后，在穆伟家里的电脑上又发现了火车票的线索，造成他已经外逃的假象。这个劫匪跟穆伟和贺红一定关系密切，穆伟与贺红又关系不和，看来小安的生父有很大嫌疑。要不我先试着画出小安的生父。画？现在穆小安生父的任何信息都没有，怎么画呀？我觉得还是直接问贺红吧，这样来的比较快一些。问了他也不一定说真话。遗传是有规律的，我可以先精确地画出小安成年后的样子，再从成年小安的脸上找出贺红的遗传特征，然后分离出并非贺红的遗传特征，最后再把头骨、下颌骨、鼻骨等等这些男女骨骼有差异的地方进行调整，应该就能得出小安生父的脸了。行，那你负责画像，我们齐头并进。贺红身上的疑点还没有被排除，把他带到局里来问话，同时继续搜索穆伟的下落。请进，坐那儿吧。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小安的爸爸我们找到了。你们找到穆伟了？不是穆伟，是他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。这份 DNA 结果证明穆伟不是小安的亲生父亲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你出轨了？我没有出轨，我是被强奸的。谁？不知道。发生了这么恶性的事件，为什么不报警？我当时年纪小，怕被别人笑话。穆伟知道这事儿吗？我当时很无助，也想过去死。穆伟救了我，他要我把孩子生下来，他会好好照顾我们。我觉得有了依靠，就嫁给他了。那你们之后怎么感情又不好了？人是会变的。小安越长大，他越能从小安身上看到其他人的影子，慢慢的就变成了这样。
你对强奸你的人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我当时太害怕了，我根本记不清他的长相。就算这个人现在站在我面前，我也记不清了。最近在你周围有没有出现过形迹可疑的人？这件事儿除了穆伟，还有谁知道？我这边没有说，但穆伟有没有告诉其他人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一会儿请你去辨认一个人。稍等一下啊，沈老师，程队让我带何红来辨认一下画像，他说他当年是被强奸的才生下的小安。你好，请坐。你画我画的可真像。基本的工作要求。这个人你见过吗？我没见过。你确定？我确定不了。我已经记不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了。眼熟？人对脸的记忆就像一本书，每一张脸都对应着一页。如果对这页有深刻的印象，要么就是大过标记，要么就是刚刚读过。这张脸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在哪儿见过呢？
夏威夷披萨和炸鸡块来喽！哇，谢谢楚叔叔。骑行者餐厅。骑行者餐厅。 骑行者餐厅是青旅和餐厅混合经营，老板叫楚天启。这家餐厅离贺红家很近，贺红即便不认识这家餐厅的老板，也至少打过照面。这么断然否认，反倒像是欲盖弥彰。老板见过神医，蒋峰，你是生脸，扮成大学生去摸摸底。其他人跟我布控。是。朱正杰什么情况？在路上呢，应该快到了吧？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哥们儿练过。如果遇到持枪危险，千万别硬拼，见机行事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Hello， 各位宝宝们，大家好！我现在身处的这家店名叫做骑行者之家。白天呢，我先带大家来看一看这家店餐厅的整体的一个风格。各位宝宝们啊，家人们啊，右边小红心点起来啊，点点主播关注。他们家一共有2层，1层呢是餐厅，2层呢是民宿。今天晚上我将会住在这里。整体来看一下这家店的一个感觉啊，还是比较有特色的。我们看看门口，刚才过去的应该就是这家店的老板。老板骑着个摩托车。 从老板骑摩托车这点来看，老板应该是一个游历四方的男同学。这边先入住的。对。把入住记录给我看一下。宝宝们啊，你看啊，这就是这家店的老板。你好，老板，麻烦问一下，您墙上的那些照片都是在哪儿拍的呀？西北。西北。那是不是他？在西北。 具体哪个城市？不是啊。老板，骑摩托车，不爱摄影，又特别爱旅游，好像是。真是黄金单身汉的配置啊！宝宝们，有机会了啊！好像不是。到底是不是？哎。顺便看看老板。我有点含糊。 小峰，想办法换个角度拍他正面。所有人都有，前方有枪，大家注意安全。江峰，你一定是。 干什么去？我憋不住了，我也尿尿。是他！快点回我的院子了！
赌场，进来！放开我！别动！赌场，赌场，赌场，你怎么样？承队，赌场，烫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这种场面，我怎么能错过呢？72小时，完成任务。李俊辉啊，李俊辉啊，你本来有机会可以堵住他的，结果呢？结果你怂了。要不因为你的话，程队会中弹吗？啊？对不起，我那会儿……你那会儿怎么了？他不就有枪吗？你穿着防弹衣，你怕什么呀？咱们是警察，遇到危险就应该等在前面。如果不等在别人前面的话，受危险的就是别人，你懂吗？嚷嚷什么？我又没死啊！小李是新手，遇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。对不起，程队。哎，行，别对不起，啊，没事，就当是个经验。但你要记住，我们是人民和罪犯之间最后的一道防线。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防线不能破。行了，没事，走了，都散了。知道该说什么吧？九福珠宝的抢劫案是我干的，华畅珠宝呢？也是我。你们该怎么定罪，我都认。定罪是法院的事儿。从头说吧，枪哪来的？当年我在边境做小生意，从老外那儿拿的。为什么抢金店？我需要钱。除了金店还抢过什么？没有。抢一笔钱就够花了。那为什么7年后又动手了？又缺钱？穆伟那滴血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为了小安吧？基因鉴定的结果很快就会出来。你是穆小安的亲生父亲，对不对？你听到没有？真的，他真的在动啊！啊！我们结婚吧。可是我们没有钱呀。我来想办法。我怕牵连到他，就没有告诉他我的计划。我想，如果我成功了，我就可以带着一大笔钱和他一起远走高飞。如果我失败了，就当做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过我吧。但是我回去之后，出租屋里空无一人，一个怀着孩子的妈妈，她又能去哪儿呢？这7年我一直在找她，等我终于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却有了别人。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下次前面有人，记得要看路啊。小安，
对不起啊。哎，有没有伤到哪儿啊？疼不疼？下次要小心啊。真对不起啊，孩子不懂事乱骑车，我向您道歉了。贺红，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我呀，我是天启，楚天启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干嘛呢？吃不吃饭了？走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在那一刻，我认定她就是贺红。你什么时候知道小安是你女儿的？我第一眼就知道了。当年贺红消失的时候，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。小安她就是我的女儿。贺红不敢认我，我想她一定有她的顾虑吧。我原本打算就这么静静地守护着他们就足够了。可是那个穆伟，竟然敢虐待他们。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家，拿回这7年来失去的时光。所以，你杀了穆伟？我把他打晕了，装到了行李箱里，然后一路开车到了郊区，开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。具体在哪儿杀的？那天天已经很黑了，具体在哪儿我也不记得了，只记得是一片小树林。我把他拖到了树林中间，掏出了枪，对准他的脑袋，就这么开了一枪。随后，我挖了一个坑，把他给埋了。天这么黑，你是怎么能一枪打中他脑袋的？我开着车灯，用手枪顶着他的额头。顶着额头？那伤口什么样？能是什么样啊？就是一个血洞啊！血洞？什么形状？洞就是洞，除了圆的还能有什么形状？你撒谎！你作案用的那把枪，如果近距离射击，伤口是呈放射状炸裂，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个血洞，就像被你打伤的朱正前的嘴。天太黑了，我当时没看清。你不是开车灯了吗？贺红对你杀穆伟的事儿了解多少？杀穆伟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找过贺红。他完全不知情，那就奇怪了。按照你的说法，穆伟已经被你杀了，但我们却在他的电脑上发现有人用别人的身份证替他买张车票，想让我们以为他已经畏罪潜逃了。那人是谁？你到底在掩饰什么？你想保护谁？贺红吗？跟他没关系。再见。再见。何法医，杜成呢？审讯室呢？怎么了？楚天琪和小安的对比结果出来了，他的确是穆小安的亲生父亲。不过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，我检验了从贺红家搜取到的贺红头发的 DNA， 和穆小安的 DNA 进行了对比，穆小安并不是贺红的亲生女儿。这穆伟不是小安的亲爹，这贺红也不是小安的亲妈，合着这俩人养着别人的孩子，玩过家家呢。能不能从楚天启那边打开关键缺口啊？现在时机不对，就算是把贺红拉到他面前去化验，他也会认为我们在使诈，不会开口的。我已经让小李跟小马盯着贺红了，只要能找到穆伟的尸体，他的谎言就不攻自破。
如果小安真的是楚天启的孩子，那楚天启的供词里，他和贺红的那段故事就是真实的。这个人长着小安母亲的模样，又不是他的亲生母亲，那这人是谁呢？ 刘俊辉，你铁打的。我没事儿，你先歇会儿，咱俩轮班。你也别太自责，陈队不也没怪你吗？我已经错过一回了，不能再错了。程队，传来一部分贺红的资料。 我昨天联系了他出生地那边的派出所，找到他的亲戚。他亲戚说，他上完高中就出去打工了，之后再也没联系了。没联系这么久，他家里人没有觉得奇怪吗？贺红家那边啊，他们出去打工之后不回来也挺正常的。这什么时候的照片？他之前在湘南医院做过一次产检，应该是那个时候的照片。 贺红现在的样子怎么能和照片上是一样的？什么意思？你看，病历上的照片写的是20岁，人的骨骼从出生开始发育，一直到25岁才开始停止。从20到25岁之间，骨相更是一年一变。贺红今年27岁，病历上的他是20岁，那么正常来讲，现在的贺红比起病历上的照片，应该有明显的骨相变化，比如。 下颌骨一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宽或突出，但是据我观察，27岁的贺红与他20岁的照片相比，除了皮肤有一些老化之外，骨相没有任何变化，这不符合常理。咋回事？只有一种可能，全脸整容。这个人是按照贺红20岁的样子做的整容。 目标出现，我跟上去。李俊辉，你别单独行动，我不会跟丢的。贺红呢？放心吧，程队，他在我前面，绝对跟不丢。
喂，小马，你们在哪儿呢？李金辉为什么不接电话呀？什么？你也找不到李金辉？继续给李金辉打电话。还是没人接。小李的位置就在这附近，2人一组，注意安全。是。你们几个去这边。别人往前走，蒋峰跟我走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李金辉，李金辉！蒋峰，李俊辉，李俊辉，李俊辉，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李俊辉，你醒醒！李俊辉，你给我醒醒！你怎么了，李俊辉？这就是警察。我们很可能因为一次抓捕行动而牺牲，可能是明天，可能是今天，可能是几分钟之后。甚至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。开始吧。伤口创面长度25毫米，深度93毫米，3刀从背后刺入正中心脏的位置。推测凶器为长度10厘米、单侧开刃的匕首或刀。这个刀口和雷队的伤口极其相似。
要是真的想让牺牲的战友能够瞑目，你们就去做你们该做的事情。那个贺红到底是谁？你们在外面还有谁接应？我已经说了多少次了，都是我做的，是我杀的穆伟，是我抢的金店。太可笑了！你到现在还在替他顶罪，他根本就不是你认识的人。小安不是他的孩子，而且你深爱的贺红可能早就死了。我不信，你们在骗我。这东西上全是谎言。你们以为搞几个我看不懂的数字单位和一个结果就能糊弄我吗？贺红早就跑了，你还在这替他扛罪。你说你深爱贺红，我理解，你愿意因为爱而去扛下所有的罪，我也相信。但你用脑子想想，这个贺红真的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吗？还杀了个警察，3刀，刀刀致命。你觉得你认识的贺红有这本事吗？3刀。小安呢？小安在哪儿？你放心，小安现在很安全，我们已经把他接到公安局了。他丢下了小安。母亲不会随便丢下自己的孩子，除非不是他亲生的。怪不得，我一直以为他不想认我，原来他是真的不认识我，他只是在利用我。小安不是他的女儿，说了好多狠话，他还要对我动手，他伤害小安。小安呢？在薛老师家。还好小安没看到。这样，10分钟以后你去接小安，在薛老师家多待一会儿，然后去做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。2个小时之后你再回来。过了今晚，你去公安局报案。就说穆伟失踪了，其他的交给我。她居然不是贺红，那这个女人是谁？作案尸体找到后，我们连夜进行了尸检。从尸体的腐烂程度上看，死亡时间跟楚天启交代的基本一致。化验结果确定死者身份是穆伟，死者身上有3处致命伤，凶器为刀刃长度10厘米、单侧开刃的匕首和刀，有2刀刺在腹动脉上，造成大量出血。致命1刀直穿心脏。雷队、李俊辉和穆伟的致命伤都是一样的手法，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个人。如果我被判刑，会是多少年？2次持枪抢劫、损毁尸体、持枪袭警、持枪伤人，应该不会短。可能再见不到小安了。那小安怎么办？我们找到了贺红的母亲，她会好好照顾小安的。杜警官，我能再见见小安吗？
谢谢。带走吧。当年回我们两个住处的时候，他所有的东西都在。我以为他总会回来的。他的东西你还留着吗？在我餐厅吧台的下面。杜警官，无论真的贺红是活着，还是已经死了，我都希望你们能找到他。一会儿阿姨送你去姥姥家。听话啊。走吧。如果知道跟自己生活了7年的爸妈都是假的，他会怎么想？不会怎么想。就算不是亲生的，起码那个贺红对他的好是真的。神医叔叔，哎，妈妈让我给你画的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差点天分啊！